想睡吗？不妨听听我说的故事。我需要你闭上眼，想象我说的故事场景，身临其境。深夜请闭眼。卡洛斯重返卖家的屋子，这次屋子有了些变化，壁灯是亮的。卡洛斯喊了几句：“有人吗？”但是不见有人回应。继续查看四周，看看有什么线索。卡洛斯走到一个角落，地板有明显的声音。卡洛斯敲了一下，是空心的。拉开地垫，有一个通往下层的门，不过门是上锁的。卡洛斯拿起快递送来的钥匙，但是打不开。卡洛斯在拿桌上拍照的钥匙试了一次，这次打开了。一个长长的楼梯通往下层。卡洛斯慢慢地走了下去，所有的壁灯也都是亮着的。卡洛斯心里有点不安。到了下层，眼前是满满的酒柜，看起来是个酒窖。卡洛斯拿起相机拍了张照片，看看能不能拍出什么线索。卡洛斯继续查看酒窖，除了数量很多的各类酒，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了。回到家后，卡洛斯马上把刚刚拍到的唯一一张照片传到电脑里，打开一看，也出现不在现场的东西，是一张被撕毁的字条，但是字条上有个名字叫塞尔。卡洛斯现在在意的不是纸条上的线索，而是相机左下角的数字。每拍一张照片，数字就会减1，而每8张就会重新循环。这和我们理解的记忆卡显示不太一样。如果记忆卡可以拍1000张，应该是从1000张开始递减。卡洛斯一直搞不明白这个数字的意义，于是卡洛斯决定拆开相机，看看记忆卡是否故障。打开了电池盖，取下电池，此时掉出一张折叠的纸条。卡洛斯打开一看，居然是今天拍摄的那张纸条的另一半。卡洛斯拿着纸条放在电脑萤幕上，得到一个地址，一切有了头绪。卡洛斯带着相机立刻前往纸条上的地址。这个地址离卖家屋子不远。到达纸条上的地址，卡洛斯按了门铃，来应门的是一位年轻人。卡洛斯说：“请问塞尔在吗？”年轻人回答说：“你找他有什么事？”此时，年轻人看到卡洛斯挂在胸前的相机，指了一下相机：“你是为这个来找我的吧？请进。”卡洛斯带着不安的心情进去塞尔家中。塞尔说：“我想你应该知道这台相机的秘密了吧？”卡洛斯说：“大概知道一些。不过我不太明白的一点是，在左下角的数字为什么每8张会循环一次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”塞尔回答说：“每8张，你身边的人就会死一个人。”卡洛斯惊吓了一下，心里默数着，从买来到奶奶死亡，正好拍了8张。卡洛斯急着问：“那直接拍人呢？会发生什么事？”塞尔回答说：“数字直接归零，拍摄者身边的人会直接死亡。”卡洛斯不敢相信这一切。塞尔说：“这个相机是我寄给你的，卖家地址的主人已经死亡。他是个恶魔，他绑架了我的未婚妻，把她软禁了起来。这个恶魔还会把受害者杀害后，把某些部位放进酒中保存。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看到了这台相机里的照片，当然我也发现我未婚妻也在照片中。我一直没有报警，是因为某天我发现这名绑架我未婚妻的人，他在一家商店和老板对话。他说最近进了新货，不过可惜了，大腿并不完美，有一大块黑色的斑。我听到这段对话，我跟踪了这名罪犯，我跟进他的屋子里，正当他要开启酒窖时，我击毙了他。我拿走他的相机，并查看一下我未婚妻的下落，但是打开酒窖并没有发现我的未婚妻。后来我也发现这台相机被诅咒了，于是我上网把它卖掉。而罪犯的屋子一定还有秘密，是没被发现的。讲完这些话的塞尔没有了呼吸，从椅子上倒在地板上死了。卡洛斯拿起相机，查看了一下左下角的数字，由0转到8。